克拉奇，我不敢说我是他们的粉丝，但只要他们每次有新歌更新的时候，我都会迫不及待地点开来听。克拉奇的歌让我重新认识了台语歌曲，除了抓耳的旋律外，歌词的情节更是令人着迷。他们的歌大多是很深刻的去连接一个事件、故事，得益于此，听歌的时候很容易就被歌曲里的情绪感染。但我一开始在听《9日》这首歌的时候，却没有这种感觉。我觉得歌词有点空泛，虽然一样好听，可是缺少了某些关键的情感。可直到我看到9日官方 MV 的留言，我被提醒到这首歌或许是属于易与恒兄妹间的互相倾诉，我瞬间整个人哭成智障，澎湃的情绪直击心灵。今天我就为各位观众分析，看看在这首歌里面易与恒到底对彼此说了什么。开头的旁白出自迪兰·托马斯的“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凉夜”，基本上就是概括了9日整个故事的起点，或者说羿这趟复仇之旅的开头。羿追逐着自己的目标，结果因故与恒分离了500年。对于自己没能拯救对方的悔恨，羿愤怒地将矛头对准九王。但在游完游戏后，我觉得这句话拿来说恒也是说得通的。他一直追逐身为太阳的羿的身影，在死亡降临前，希望对方能够陪伴自己。最后，当羿离开蓬莱时，了解羿与他此生不得再相见时，他也没有放弃对羿的回忆，他也没有放弃生的希望，而是直到人生最后一刻都是热爱生命的，直到合眼前所思所想都是羿的身影。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凉夜，对羿来说是拒绝死亡本身，对恒来说则是拒绝死亡的阴影。这段歌词应该是恒在海边的感叹。至于为什么要在海边呢？或许是因为在回忆中，有一次恒提到他们的父亲希望全家人一起出去玩，但羿一口回绝。这或许是恒在想象，如果羿还在，他们会一起漫步在这海边，随意地聊着天。恒尽管答应了羿不再横竖说话，但恒依旧倾听着古树的声音，在一片死寂的蓬莱，也只有树的歌声能相伴左右。古树是一种吸收光能生长的植物，在恒的叙述中，恒还说了，所有的魂灵与梦，最终也会成为古树的主食。对恒来说，古树就是一个让生死流转的存在，死者不会消亡，他们的余韵会被古树吸收，哺育新生。所以还未收到他的消息，除了物理上没有讯息联系之外，或许也是在说能与古树沟通的恒，并没有透过古树得知羿死亡的事情。所以恒除了知道自己大哥还活着，除此之外一概不知。失眠的恒看着自己最喜欢的蝴蝶，想着羿随身携带的玄蝶，这份思念能跨越时间的限制。我觉得这边是有隐喻的，天还没亮，暗示自己还没与羿重逢。伤心的人寻找着路，是指很难过的每天盼着羿的归来。莲花的寓意很明显，就是迈向死亡。而美丽的月色指出，时间很显然还是晚上。结合前一句来判断，如果天还没亮是还没与羿重逢，那这句歌词就是代表恒等不到羿了，要先走一步。可因为恒的豁达，
所以死亡对他来说不是悲伤的结局，并且由于生死本是一体，因此恒只是先一步到了两人最终的归宿，等待重逢而已。这句话其实我不太确定，但我觉得可能是尽管羿想尽一切方法拯救恒，结果自己却阴差阳错成了那个独活的人。这里的太阳落下有两种含义，分别是为恒的死亡，以及整个太阳人种族覆灭。这段的意思就是指羿他失去了自己的目标，茫然无措地提问。尽管已经是失去保护的目标，尽管还是如此迷茫，但遥望着星空，想象蓬莱就在其中，回忆彼此的过往，借此消解自己的寂寞。可惜这些终究只是虚幻的，所以最后一句还要时刻提醒自己，这不过只是如梦般的过往，已经回不去了。这整段基本上就是恒临死前的状况，开始回顾那些美好的回忆。原本擅长吹笛的他也已经没有力气了，只能轻哼熟悉的曲儿来思念深爱的人，并在心中期许，总有一天会再相逢。我认为这是在描述真结局中古树被感染后的场景，鲜红的枝芽触手仿佛流血一般。此时羿内心正在经历激烈的天人交战，他在思考，一切终究只是徒劳吗？自己自500年前坠崖后，还是在重演一样的戏码吗？但是古树污染造成的影响已经迫在眉睫，于是他瞬间做出了决断。在游戏中我们知道，他的决断就是将生的希望延续给另外一个种族，或者说是还给另外一个种族。这段我认为是对两个对象说的，一个是轩轩，一个是恒。首先是恒吹笛的演奏一直令羿印象深刻，所以这个 melody 实际上是指对恒的所有回忆的代表。羿此刻他终于明白，只要怀揣着对心爱之人的思念与回忆，那两人的灵魂又何尝不是时刻相伴的呢？而想通的羿又将这个道理传承给轩轩，他没有要离开轩轩，他已经把他的灵魂刻在轩轩的生命当中。阳光海洋，他以各种各样的形式陪伴他。绽放的银翅是指玄蝶，一直以来只被羿视为工具的他，在此刻化为感性的载体，将从恒那里领悟的道传承给了轩轩。这两句我可能要超译一下。首先在9日有个设定，就是能跟古树建立联系的人屈指可数，部分的方式选择像义工一样用外界的方式与古树强制建立起联系，而那些特例的天生的古树感应者则会有个明显的特征，红眼。所以这句话看起来文艺，让人摸不着头脑，或许是十分直白的描述，单纯表达恒身为古树感应者的身份象征。而之所以这样让羿讲出这句话，就是代表羿终于不再固执于理性的物质世界，他的思维在轩轩与恒的潜移默化下，接受了用另外一种方式，另外一种更开放的视角去看待万物，认同恒当初与古树沟通的种种，
更舍弃以往必须延续太阳人种族的使命，接受了自己的命运。而放下执着的他，顷刻间得到了古树的认可，意识连接到了大道，一个他未曾见过的世界在他面前展开，一个他等待已久的故人正在欢迎着他。见过横的身影的羿受到鼓励，更加坚定自己原本的选择，毫不犹豫的拉弓，了结了太阳人的种族，终于解脱了他，崎岖与横的重逢。这句话感觉就是横对这个世界法则的诠释，或者说是游戏里面对道的理解。生命、种族、文明，犹如无数颗闪耀的群星，它们的升起或坠落，都在这世间留下了痕迹。一切都在生死间流转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消亡。那些逝去的魂灵，都在我们的念想中留存。而与前面对照的是，这边是代表科学现实而已。他认同横的说法，并且认为太阳人的遗产不会就此消亡，会经由轩轩之手，这位羿亲自教导的太阳之子，将其发扬光大。老实说，在写这篇解析前，我对这歌的理解也没有这么高。但直到我仔细的审视过后，发觉这不仅仅是兄妹之间互相倾诉，更饱含整个游戏的精华，将道朋克的思想争辩完美融入歌曲。可以说这首歌一点都不愧对它为九日之名。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。喜欢的话可以帮我点个赞，觉得我哪里需要改进的地方，也可以在留言告诉我。好啦，就先这样啦，拜拜拜。